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、人口几百万的国家，是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，也是世界3大金融中心之一。可以说，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创造了奇迹。城市基础设施也是排名世界第一，这里也有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管制。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化民族的国家，有华人、马来族、印度人，甚至阿拉伯人。今天准备来一次雨中漫步新加坡，去看一看这个多元化的地方。我这次住在了新加坡的牛车水，就是唐人街。牛车水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当时这边没有自来水，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的普遍，所以这里就叫做牛车水了。现在住牛车水主要是吃中餐、炒菜比较方便。这边的景点主要有一个佛牙寺，可以进去参观一下。正殿供奉着一尊弥勒佛，这里的香火非常的旺盛，因为这里还供奉了一个佛牙舍利。寺庙可以登顶，这是顶层。这个寺庙大概修建于2002年，设计风格像是一个唐代的建筑。马路的对面有一个美食中心，也叫食阁，这种地方也称为小贩中心。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小贩中心，可以说是新加坡特色了。可不能小看这个小贩文化，这可是新加坡的世界文化遗产。在新加坡只有2个世界文化遗产，一个是植物园，另外一个就是小贩文化。在新加坡，无论是当地的居民还是游客，都喜欢到这种美食中心食阁来吃饭。这里干净卫生又物美价廉，很多都成了网红小店。看这家海南鸡饭排上了大队，我也尝一个海南鸡饭。我也来尝一尝这个海南鸡饭，看看跟国内做的有什么区别。10块钱，这一份6块新币，加了一份青菜，就是感觉比较嫩。新加坡最有名的小贩中心是老八岔，和这个也差不多，离鱼尾狮那边不算很远。在小贩中心吃饭，就是感觉比较有烟火气，价格确实便宜。新加坡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国家，这里聚集了很多的民族。坐地铁到几个比较有特色的街区看一看。这一站叫小印度，首先来到小印度看一看。小印度是新加坡的印度族群的聚集地，就仿佛是一个印度的缩影，所以被称为小印度。这里的物价也算是非常便宜，30点20块钱。这儿的电话卡就便宜。这个好了，这个难猜哈。好像现在新加坡的总统就是一个印度裔。虽然说新加坡的总统好像没有什么实权。这里还有很多的印度美食，如果喜欢吃印度美食也可以过来吃。这边的街道也都是五颜六色的，拍照很漂亮。走在小印度的街区，真的很难感觉像是在新加坡，当然比真正的印度又干净很多。印度人发。一般中国人来小印度就是打个卡，15块钱。毕竟这里卖的商品和食物都不太适合。这地铁站五吉市，接下来坐地铁到五吉市，到哈芝巷去打个卡。哈芝巷，新加坡的哈芝巷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街巷，这是一个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地方，位于新加坡的市中心。其实是一条狭窄但是充满魅力的小巷，几乎来新加坡的游客都会到哈芝巷打个卡，这里也算是新加坡最具特色的街道之一吧。现在人还不多，刚下过雨。街道不长，也就200米，但它却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。在过去，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，
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和游客前来购物。如今这里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的同时，也成为了一个时尚与艺术相融合的地区。这里晚上是非常热闹的，现在傍晚刚刚下过雨，人比较少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家们的涂鸦作品，而且这些涂鸦作品时不时的还会更新。建筑风格也非常有特色。大部分建筑都保留了传统的中式风格，但是也融入了马来、印度和欧洲的元素。小巷里有很多工艺品店、咖啡厅和餐馆，这里算是很受欢迎的地方。离开了喧闹的哈芝巷，准备去拍一拍傍晚的新加坡的夜景。下着毛毛细雨，这种傍晚时分，即使是阴天也好看，很干净。往港湾和鱼尾狮的方向走，这边都是现代建筑，造型也漂亮。这边是滨海演艺中心，雨后的广场非常的通透，前面有个广场的演出，这些广场演出也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大气好看。Don't pretend you don't know this song. Won't you please let me back in your heart? 歌手演唱的非常精彩。背景就是新加坡的摩天大楼。这个角度看上去景观非常漂亮。金沙大酒店，鱼尾狮后面的摩天大楼非常漂亮，我们走近看一看去。另外提供一个信息，这个金沙大酒店的楼顶空中花园是可以免费参观的，不过一定要提前预约，否则可能会上不去。漂亮啊！往鱼尾狮的方向走，前面鱼尾狮，看一看晚上，摩天轮也出来了。哇，还有激光呢！如果下次你来，一定要上那个楼顶的空中花园看一看。现在雨停了，非常的凉爽。整个这个滨海湾的四周走起来都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白天和晚上的感觉又不同，可以分别走一走。夜幕下的鱼尾狮公园，其实新加坡的很多精华旅游点有很多是收费的，我这次都没有去。所以如果有带小孩来的亲子游的，可以在这里花点钱看一看那些景点都不错。其实有些旅游套票价格也不贵，最贵的也就是住宿，毕竟弹丸之地游客那么多。别看新加坡的酒店和房价很贵，但是普通的新加坡市民买房却是很容易的。据说很多普通人打工1-2年就能实现买房自由，因为新加坡政府奉行的是居者有其屋的国策，常年向国民提供大量廉价的租屋。这些租屋的房价大概是公寓的1/3，所以新加坡人是非常幸福的，收入高，房价便宜，吃饭也便宜，又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看到这边好像有灯光秀，过桥来看一看。灯光秀，这边有很多的老建筑，白天看就非常漂亮。晚上这些建筑也都有一些激光秀，激光秀也都是有一些历史故事和内容的。整个这一片融合了历史与现代。美术馆好像也有。
前面应该是美术馆，都有激光修，好多啊，建筑。没想到晚上这边都有灯光表演。巨大的激光幕墙，草地上的激光设备，周边都是被激光打造的场景。整个城市的夜晚打造得像万花筒一样，旁边的教堂也非常的圣洁漂亮。乌节路，又坐地铁来到了乌节路，这条街算是新加坡比较现代的购物街，喜欢购物的就在这条街逛就好了。这条街有10来家大型的百货商场，而且吃喝玩乐都有。整条街上云集了世界的各个名牌。购物街，朝月光，没想到新加坡管理那么严格，街头的小贩卖艺者还挺多。商场里正在搞活动，土耳其冰激凌，街道上也有卖各种小吃的。这个摊位围着排队了很多人，好像是个网红小吃，应该算是冰激凌蛋糕吧。榴莲的，1.5块， 1.5块尝了一个。这么高档的街头，卖的是这种小吃。其实新加坡可玩可看的还是蛮多的，很多人来新加坡旅游都是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顺带一下。反正我觉得3、5天是玩不过来的，我每次都是急匆匆的。